在实战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把球发得很转，落点发得很开，但是对手接的依然很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发球的隐蔽性太差？这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提高你的发球隐蔽性。发球的隐蔽性大概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旋转的隐蔽性，第二种是落点的隐蔽性。这里边旋转的隐蔽性主要指的正手的转不转啊，包括侧下、侧上旋，二者我发的动作相对来说比较一致，对方不容易判断，或者说当他判断的时候，这球已经落到他的球台反弹了，那么这个时候即使他判断出来，他也接不出来多大的质量。那么关于落点的隐蔽性，就是我发长发短，我发你反手、发正手、发中路，在我出手之前的一瞬间你无法判断，只有当球和拍接触之后，你才能看出来这个球我到底发哪个方向，哪个落点是长是短。由于发球的方式有很多种这里边举个例子吧比较流行现在是发勾手，你们也比较愿意看我发勾手，所以这节课呢主要以勾手为例，这个侧上侧下旋这个隐蔽性怎么去做首先呢，你要想做到发球的隐蔽性，你要有一定的反差，你不能说我发一个球之后，对方按下旋接也接过来了，按上旋接也接过来了，那么说明你这个球的反差太小。所以说第一步，首先你要能把勾手的侧下旋发转。关于动作要领我已经讲过多次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主要讲讲这个隐蔽性到底怎么去做。首先我们在抛球的时候，我们要有引拍，一般是先引拍后抛球先引拍后抛球，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很多的业余球友发球的时候，不光是发勾手，在发球之前，如果两个人比较熟悉，一引拍就能够看出来你要发什么旋转。比如说你不要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我一发侧下，我简单做一下我就这么拿着，我一发侧上，我就这么拿着。那么这个球如果熟悉你的人，你一抛球我都不用判断了，是不是？还看你拍成什么？你一抛球我就知道发什么旋转，那这个就没有隐蔽性了。所以要想做到勾手的侧下侧上隐蔽性，那么第一点，在引拍的时候你就要一样。比如说你说我习惯于按侧下的板型去引拍，那我发侧下侧上我都这么引，是不是我简单做一下你比如说发侧下，我这么引，我只有在出手一瞬间你才能看出来侧下还是侧上。那我按侧上去引也可以，我这么拿这是侧下对吧？这是侧上。接下来我说一说这个发完球的假动作怎么去做。你可以做的一致性，比如说我都往前使劲，侧下我发侧上也往这个前使劲，那么我最后的结束动作都在这儿，这个可以看清是不是那我换一个假动作，比如说我都往下使劲对吧？这是侧下，你看侧上发这就是一致性。第三个假动作你可以做一个翻腕的动作，看一下侧下旋，侧上旋，对吧？这是三种一致性。当然每个人的假动作可能会有所区别，你习惯于怎么去做假动作就怎么去做。第二点，我们讲一讲落点的隐蔽性。首先先讲一下球长和球短如何去控制。如果你想要发长球，给球更大的力，并不意味着你的动作要更大，也不是说发短球我们就不引拍这都不行。我们要做到引拍的一致性。我可以都小引拍，比如说我发勾手的长短的侧下旋你看短的我这动作都比较小你看我这引拍还是比较小，但是突然间一使劲这就变成长球了。当然你可以把动作做大一点，我即使发短球我可以引拍幅度大然后我收住我还是这个动作我发了一板长的。这是关于长球和短球给球不同的撞击力，我们采用相同的引拍方式，要么动作幅度大，要么动作幅度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落点的变化，包括我发你正手还是发反手，也要一个动作，就是说我球拍与球接触那一瞬间，你才能判断出我到底直线呢还是斜线。那这个做的时候我们在开始练习
在侧身位或者说在你反手位发直线球的时候，教练员可能讲，我们身体要转过来，就是说我发斜线的时候，我身体对着斜线方向；我发直线的时候，我身体先转动后发球。这个呢，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可以提高你的发球命中率。直线一定记住哈，先转过来身再发，这样发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你刚刚学习一种发球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发熟练之后，经常我们能看到这个发的视频，就是老瓦偷刘国梁这个正手这个，是不是啊？老瓦发这个动作呢，就是明显身体对着斜线，球往直线走。那这里边需要注意啊，你要在不看球的前提下，你第一跳控制在你端线附近啊，是不是？这个确实要多练啊。那么你身体转过来，这个难度就小很多，但是呢，它的隐蔽性就会很差。这都擦网了，发低。最后做一下总结，我们能够发不同的落点、不同的旋转，这只是发球的第一步啊，或者说是最基础的要求。当你发熟练之后，一定要结合你的假动作，从引拍开始到接触球的一瞬间，到接触球后的假动作，这些都要做到一致性。相信做到这些，一定会让你的发球再上一个新台阶。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咱们下期再见。实战当中，我们很多业余球友面对对手发的侧上旋球，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拍型，我往哪个方向去接呢？这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很多的教练员也讲过啊，对手发球，尤其是侧旋球啊，他接触到哪个面，我们就接触到哪个面。比如说他发一个左侧旋啊，先说一下什么叫左侧旋，就是发球一方接触到球的左侧，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为是左侧旋。哎，这种扔过来个球，接触到球的右侧啊，叫做右侧旋。右侧旋可以是逆旋转啊，当然指的右手握拍，也可以是勾手，也可以是反手发球，也可以是下蹲正手的反手的砍，都可以发出右侧旋球。那么实战当中，如果对手发一个左侧旋，他接触到的是这个方向，那么相对于我们这边，我们就应该接触到球的右边这个方向，正好是我们俩接触的一个面。来，你发左侧旋，你发我正手吧，比如说啊，他接触这边，我也接触这边，哎，这个不容易吃旋转，继续啊，不容易吃旋转，对吧？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啊，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不容易吃发球的接发球方式之一，并不是说我只能接触到这个面。咱们有的业余球友啊，可能有这样的疑惑：这个我到底是逆着旋转接、顺着旋转接？你都不用记那些东西，逆着接、顺着接都可以接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你发一板下旋球，我可以搓过去，啊，你接触到球的下边，我也接触到球的下边，没有问题。你发一板下旋球长的，我可以拉起来，那我接触到球的可能是后中部甚至后中上部的，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俩接触的面完全可以不是一个面。那么侧旋可不可以这样接呢？你比如说你发左侧旋，我刚才这个板型，你发右侧旋，我还用这个板型去接。好，你发勾手，我还可以用这板型接。你看还是这样，我接触到和它完全不是一个面，对吧？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说这个侧旋球，如果它发左侧旋，你只要是把这个板型，无论是反手接还是正手接，你基本往他的正手接，就不会吃侧旋。如果他发勾手这种逆旋转的啊右侧旋，只要你的板型或者说你接的方向朝着他反手接，也不会吃旋转。我们继续来，再尝试一下，你发勾手吧，继续。啊，我可以这个板型，是不是啊？你看就这个板型接，我只是往他反手接，对吧？可以接过去。那你发左侧旋，来，你发左侧旋，我还是这个板型，那我往正手接，它不是依然可以过去吗？是不是啊？它虽然是两个旋转方向，但是我完全可以一个拍型去接，只是说我接的方向可能不一样。继续，
啊，接的方向不一样啊，是完全可以接过去。啊，好，停一下。那我反手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我比如说我还用这个板型，你发勾手啊，我就往他反手接啊。这是右侧拳对吧？我就是这个板型，我朝着这个方向，是吧？啊，这是比较发吧，这是比较简单的接发球方式之一。我们可能不考虑质量，只是单纯的把球接上台。那么你发，等会儿你发左侧上，你还发左侧上，我这个板型还这样，左侧哎，对对对，啊，你发左侧上，我往正手接，我还这板型啊，我还这板型，你往我反手发，啊，我还往这边接，他依然不持球啊，这不还能接过去？好，可以了。通过刚才的演示，我们大体了解了左侧拳和右侧拳的接球的技巧。那么，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说入门级的接发球方法，仅仅能保证你在接发球这个环节能上台，或者说不吃发球。但你说接这个质量啊，我重心这么高，这种球速回去，显然威胁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啊，知道原理以后，就要开始加上一些质量啊，球速啊。落点呢，包括各种各样的接发球的变化，给对手才能造成更大的困扰。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